好，今天这部影片拍的有点临时，因为本来没有打算要拍这部影片。那这一集主要就是用闲聊的方式跟大家聊一下，是我看完 iPhone 12的一些感想，所以它并不会是一个 iPhone 12发表会懒人包。我预期各位在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都是已经了解发表会发表了什么。那我来聊一下我看完的一些想法。那首先第一个是前菜 HomePod Mini 这个东西，我觉得算是苹果把它的生态圈架构的更完整的一个产品吧，定价不错，3000，然后是比较小的。那我觉得智慧音箱其实不用买到太贵，除非你真的很在意那个音质的表现。然后我觉得它的那个广播功能蛮有趣的，所以我觉得其他厂如果有需要，可以就是学习一下。好，然后接着就是主体 iPhone 12。那我这边的话，我比较会着重在我可能有兴趣的就是 Mini 和 Pro 或 Pro Max 这几个产品。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它总共12的一些共同点。好，整个12的系列，基本上第一件事情就是没有120赫兹，哎呀，真的是受不了，怎么会没有120赫兹？都2020年，不过这很 Apple Style 啦，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好说的。然后再来就是整个12都是用 OLED 的萤幕 ，Finally 终于用 OLED， 不错。然后他们这次新加一个叫 MagSafe 的磁吸充电，然后我本来看到的时候很担心，因为我以为是不支援无线充电，不过后来看一下，它应该是一般的气无线充电都支援。然后它那个配件除了你可以磁吸在你的 iPhone 以外，你也可以直接充你的 Apple Watch， 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反正 Apple Watch 本来就是要带一个充电线板嘛，那这个还 OK。然后比较有趣的是，它这次的面板多了一个超精迟钝面板，哇，有够难念。然后它就是多了4倍的耐摔能力，这个我基本上还好，因为我不太会去摔到手机。不过如果你是常摔手机，这可能对你而言是一个不错的更新。然后 A14晶片不用说嘛 ，CPU 就是一直他们的强项。然后全线的 iPhone 产品都是使用最新的 CPU。然后这一次它真的只部充电线，哇，真的是太屌，真的是嗨呀！没有充电头，也没有耳机线。那我猜它下次把充电线拿掉的时候，应该就是全线换成 Type C 的产品的时候吧，因为那时候就会跟大家讲说，我们为了环保，大家应该都有 Type C 了。那我最后一个 update 成 Type C 的，你们应该都有，所以为了环保，我们把 Type C 拿掉，大概是这样。我觉得没有耳机我可以接受，但没有充电头有点超过了，你知道吗？因为假设我今天换给我家人好，那我还要帮他找充电头，那不是很麻烦吗？还是他就是希望我去买他那个 MagSafe， 这样真的很麻烦，特别是你又买到什么快2万多的手机的时候。Anyway， 反正我觉得没有耳机可以接受，没有充电头就嗨呀，受不了。好，然后接着是 iPhone 12 mini， 哇，这只手机真的是有引起我的亮点，因为它是 5.4 寸的萤幕，非常小，会让你有点想到 iPhone 5、iPhone 4的那年代。那真的很开心，就是还有一个厂商在做小的手机，然后没有遗弃掉小手机的人，也没有阉割掉太多的东西，而且它的价格在定的很不错，在2万多到3万之间。iPhone 12 mini 128G 的话，台湾的定价是22500元，那256G 的话是29000元。我这部影片都不会讲那最低什么60那种不太能用的，我就会讲大家可以用。那这2个容量是我觉得比较 OK 可以用，那价格我觉得定还不错。那12跟12 mini 主要就差在它的续航力，12 mini 的话，影片播放时间是15个小时，12的话，影片播放时间是17个小时，我觉得就差一点续航力，不过那手感应该会是很不错的一个手感，而且它的重量只有133克，哇，超级轻哦！我现在拿的手机是200多克，那这133克和这个大小就觉得很不错，我会蛮吸引到我。那我也很犹豫要不要帮我家人换上这支，因为它的 iPhone 8也用一阵子。好，然后接着是 Pro 和 Pro Max， 那这2个主要的差异就是它主打的是镜头，那跟12和12 mini 的差在还有一个长焦镜头，然后有多了 LiDAR 的雷达扫描仪，然后这一次我觉得它的颜色那金色真的超级金的，然后多了一个蓝色，就是看你们个人喜不喜欢。然后我觉得这次 iPhone 主要主打的是 5G 的技术，不过我觉得在台湾而言，这就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 5G 的应用还没有到真的非常成熟以外，它的机型在台湾上市好像是不支援毫米波的，所以说不过也没关系啊，反正台湾本来就是架设我觉得都还没好，但是这点就会变成它主打那个项目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去购入是没有到这么的吸引人。然后再来就是 Pro 跟 Pro Max 的差异的话，它主要差在主镜头的感光元件以及5倍的光圈变焦，还有感光元件位移式的那个防震的机制在。那首先讲这个升级，你不觉得有点像是我那时候在选 S20 跟 S20 Ultra 那感觉吗？有没有似曾相识？有没有？我觉得很恐怖，就是主镜头感光元更好啊，哦，变焦变得更远这样，所以我有点犹豫，因为12 Pro 的手感应该是刚好，那12 Pro Max 主镜头感光元件升上去会不会在我的拍照的感觉会来得更好？然后它2个的定价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反正5G 的晶片本来就比较贵，12 Pro 256GB 是34000元，那12 Pro Max 256GB 是41400元，所以就差不多是在那范围，我觉得还行啊，因为反正我其实4万4的手机就买
嘛，这我觉得还 OK。然后接着他们的出货时间也是拆2批，而且他拆得很聪明，让我非常的困扰。iPhone 12跟 iPhone 12 Pro 预购是10月16号的晚上8点开始预购，那出货时间是10月23号。iPhone 12 mini 跟 iPhone 12 Pro Max 的预购时间是11月6号晚上9点，那出货是11月13号。哇，那就等于我最有兴趣的那2只 iPhone 12 mini 和 iPhone 12 Pro Max 都是在11月初才会出货，那就有点逼死人，因为有点犹豫，因为12 mini 是我想要体验的手感，特别是在现在的大手机拿久的时候，我会有点怀念。那12 Pro Max 是我想要看的拍照体验，但是12 Pro 跟12 Pro Max 我也还在犹豫。好啦，那就是大概我看完这次苹果发表会的一些心得啦。那大家也可以底下留言告诉我说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一支，然后为什么。然后我这个频道在最近也开启了会员制度，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频道，那也想多出一份心力来帮助这个频道成长的话，可以在订阅的旁边看到这个加入的按钮，那可以去按一下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好啦，这 iPhone 12还是没有120赫兹，然后 Pro 和 Pro Max 的相机升级我也觉得稍微不到位，没有烧到我的痒处的感觉，有点可惜。不过我还是会开箱一支啦，那至于会不会开箱12 mini 我还在想。好啦，那就是今天的影片。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帮我点个喜欢，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那我们有会员机制可以加入咯，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